各位颐养晚年的新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海安。今天请您先放下手头事，把老伴或退休的老朋友们叫过来一起听。如果不在一起，现在就点分享键，转到家庭群、老友群去。为什么这么急？因为接下来这事关乎您今年钱包里能多出来的那笔钱，关乎国家给咱们的一个法定大红包。再过一阵子就是2026年报税季了。很多人觉得报税是年轻人的事，跟退休的自己没关系。恰恰相反，对咱们退休族来说，今年的报税季不是考试，而是一场领钱的前哨战。这一年多日子过得怎么样？菜市场肉价、药房药价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养老金虽然准时到账，但面对啥都在涨的物价，确实紧巴巴的。很多老朋友念叨，再怎么算计，钱也不会变多啊。您别急，今天海安就是要告诉您，这笔钱真能变多。国家一直有个政策专门给咱们退税，但因为听着太像好事，程序又有点麻烦，很多人自动忽略了。结果每年成千上万退休族，因为不知道、不了解、懒得办，白白错过本该退回到手里的几千甚至上万块钱。这钱您不主动拿，没人敲锣打鼓给您送来，最后只能在国家账户里睡大觉。在开始之前，跟新老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如果您还没点订阅，请您为了自己的钱袋子，花1秒钟点下订阅，关注颐养晚年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不讲虚的，只讲跟您养老金、补贴、看病最直接的干货。像今天这种退税消息，只要您订阅了，我们保证的一时间通知到，绝不让属于您的每一分钱从手边溜走。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咱们今天这个话题，很多老朋友可能觉得陌生，您是不是也这么想？我都退休了，又不拿工资了，就靠这点养老金过日子，我哪有资格交税？既然没交税，那又哪来的退税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您要是这么想，就掉进了一个最常见的认知误区。这个误区，恰恰就是您错过退税的根本原因。养老金确实不用交税，但是如果您在退休之后，除了养老金还有别的收入，那这部分钱很可能在您不知不觉中就被扣了税，而且可能扣多了。您想想，您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，退休了闲不住，又被原来的单位请回去帮忙，也就是常说的返聘，或者有点手艺，比如会写画画，给人看看病，做点咨询，甚至是在网上发点东西赚点零花钱，再或者把自己的老房子租出去，每个月收点租金贴补家用。这些钱都是您凭本事挣的，但在税务的眼里，他们的性质跟养老金可不一样。给您发钱的单位，在给您钱的时候，通常会先扣掉一笔钱，说是个人所得税，然后才把剩下的给您，这叫做预扣预缴。国家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方便管理，怕年底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交税。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预字上，因为是预计的，所以就容易算不准。很多时候，给您发钱的单位为了省事，或者因为不了解您的全年总收入情况，直接就按一个比较高的税率把钱扣了。等到年底一算总账，发现您其实不用交那么多，甚至压根不用交，这时候国家就得把多扣的那部分钱退给您。这个过程就叫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。名字听起来挺唬人，但您把它理解成一次年终算账，多退少补就行了。而2026年的这次算账，算的就是您在2025年这一整年的收入账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咱们退休族不仅能退税，而且可能是最应该关注退税的群体。因为我们有固定的养老金保底，额外的每一分收入都可能是被高看一眼，多扣了税的。所以今天就要给大家打响这第一枪，也就是咱们2026年报税季的前哨战。我会重点帮大家梳理出2类最核心、最常见，也是最容易拿到钱的退休族人群。只要您符合这俩条件里的任何一个，那么今年的报税季，您不仅1分钱税不用再交，政府还得乖乖的把钱给您退回来。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类人，这也是咱们退休大军里最有活力的一群人，就是那些退休了还被请回去发挥余热的老专家、老技工、老会计，
也就是咱们说的返聘人员。我就拿我一个老邻居老李头的故事给您举个例子。老李头今年70了，退休前是我们当地一家机械厂的8级工，技术那是没得说，退休后在家闲不住，正好厂里也缺技术指导，就又把他请了回去，签了个劳务协议，每个月给他发4000块钱的辛苦费。老李头挺高兴，觉得既有事干，又能多挣点，但他从来不看工资条，有一回拿给我看，我一眼就发现问题了，每个月4000块钱，到手里怎么就3200了？那800块钱去哪了？厂里财务说得明白，这是按劳务报酬给您扣的个人所得税，税率20%，扣了就没。我一听就笑了，跟老李头说，您这钱啊，扣早了，也扣多了，到了年底，您得去把他们要回来。果不其然，第2年报税季，我帮他在手机上一通操作，把这一年的返聘收入和养老金信息汇总申报，最后系统一算，因为他全年收入加起来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纳税标准，那每个月被扣掉的800块，一年下来9000多，最后退回来6000多。老李头拿到这笔钱，高兴的非要请我喝酒。这就是典型的例子，返聘的收入，很多单位是按照劳务报酬来预扣税的，起征点低，税率高800块以上就开始按20%扣了。根据现行国家税法规定，如果您与单位签订的是期限在1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，有固定的上下班和考勤，享受和正式工差不多的福利待遇，那您这笔收入其实应该算是工资薪金。而工资薪金在年底汇算的时候，是要把养老金和所有收入加在一起，减掉一个全年6万块的免税额，再减掉您能享受的各项扣除，最后才计算真正该交的税的。这么一算，很多返聘人员的真实税负要比预扣的少得多，甚至1分钱都不用交，那多扣的不就全退回来了吗？所以，如果您或者您的老伴、老哥们儿、老姐们儿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，每个月拿的这笔钱感觉比说的数少一截，您心里就要有本账了，这笔钱大概率是能要回来的。咱们再来说说第2类人，这一类人可能比返聘的还要普遍，那就是手里有第2套房，或者孩子孝顺给买了新房子，涉及到买卖房产的退休族。房子的事儿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儿，这里面的税费也是错综复杂。很多老朋友可能经历过，卖房子的时候，因为房子不是满5为1，也就是不是满5年，且不是家里唯一住房，得交一笔不小的个人所得税。这笔钱当时交了就交了，觉得是卖房的成本，认了。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国家为了鼓励大家改善居住条件，这几年出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大礼包政策，而且这个政策已经明确延续到2027年底了。政策的核心内容听起来有点绕，但意思特别好懂。您在卖出一套房子之后的这1年里，如果又在同一个城市买进一套新的房子，那么您之前卖房子交的那笔个税，国家可以按照一定比例退还给您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比如咱们频道的观众老张，他和老伴原来住在老城区一个6楼的老破小里，岁数大了，爬不动楼了。2025年，孩子帮他们把老房子卖了200万，但因为这套房子不是他们唯一的住房，所以卖房时交了一笔个税，比如交了2万块，然后他们拿着这笔钱，加上孩子们凑的，在同一年又买了一套带电梯的1楼，总价300万。您看，他们是不是在1年之内完成了卖旧换新，而且是先卖后买？那就对了。等到报税季，老张就可以去申请退税，因为他新买的房子总价比老房子卖价高，符合最高条件，那之前交的那2万块个税就能全额退给他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啊。反过来，如果您新买的房子总价低于卖的房子，比如卖房卖了200万，买房只花了150万，那也能退，只不过退的比例是150除以200，退5%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所以咱们退休族别总觉得房子卖了就卖了，手续办完就完事了，您得回头看看日子，算算账。只要您是在2025年卖了一套房，
又在2026年卖房日期的365天之内买了新房，那您就稳稳地坐在了退税的板凳上，等着拿钱吧。好了，刚才讲的这两类人，如果您觉得自己或者家人沾上边了，那您这会儿心里肯定在偷着乐，想着这钱该怎么去领。但是我得在这给您泼点冷水，甚至是拉响一个比刚才那个好消息更重要的警报。接下来的这几分钟，您要是听差了，或者没听进去，那可能比不知道这个消息还可惜。因为钱虽然在那儿，但您要是操作不对，或者踩了坑，那别说退税了，搞不好还得给国家补钱，甚至惹上一身麻烦。给您总结了在操作退税这件事上，咱们退休族最容易踩的3个大坑，也是3种最危险的情况。您要是能在脑子里给自己提个醒，那就成功了一大半。第一种危险情况，也是最常见的，叫做爱谁谁，我不管。很多老同志，尤其是年纪大点的，一听说要下个什么 APP， 要在手机上操作，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于是一拖再拖，从3月份拖到6月份，最后彻底忘了这事儿。结果就是明明符合条件，几千块钱就这么白白错过了。其实您想想，如果这些操作真那么复杂，国家能推广给几亿人用吗？它就是设计的再傻瓜不过了，一步一步都有提示。再说了，您搞不定，您可以让儿女帮忙啊，甚至可以去税务局大厅，那里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。为了跟钱过不去，因为一个怕字，那才是最亏的。第二种危险情况叫差不多，凭感觉。咱们有的人做事比较粗线条，到了个税 APP 里，看到那些数字就眼花，尤其是那个全年一次性奖金，也就是咱们的年终奖，系统会弹出一个选项，问您是单独计税，还是并入综合所得计税。很多人看都不看，觉得反正就是走个过场，随便选一个就提交了。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个选择，有时候就这么轻轻一点，2个选项能差出好几千块钱。有的人选对了，退2000，选错了，可能还得补200。所以，在这给您提个醒，到了这一步，您千万别犯懒，您就把2个选项都试一遍，系统会自动给您算出这2种方式下，您是需要补税还是能退税，具体的数字是多少。您就挑那个能让您退得多，或者补得少的选项，这是系统给您的权利，您得把它用足了。第3种危险情况，是咱们原则性最强的一类人，叫耍小聪明，乱填坑。有些人一听说能退税，心想着退得越多越好，就动起了歪脑筋。我告诉您，这种行为，您千万别碰。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，税务部门的系统跟医保、教育等等部门都是联网的，您填的每一项，系统都能自动比对。一旦查出是虚假填报，那可不是把多退的钱追回去那么简单。您不仅要面临一笔不小的罚款和每天5%的滞纳金，还会被记上个人的纳税信用黑名单。以后您坐高铁、飞机，甚至贷款可能都会受影响。为了贪图那几千块钱，把自己的晚年信誉搭进去，值得吗？千万不能干。所以您看，能退到钱是好事，但保住资格，合规操作才是真本事。讲完了政策，说完了风险，咱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，这钱到底该怎么操作，才能安安全全、稳稳当当的落到咱们口袋里呢？这就给您捋一个最简单的3步走流程，保证您一听就懂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准备弹药。别等到要申报了才开始翻箱倒柜找材料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收拾了。您把您2025年的工资条如果有的话，银行流水，那个返聘单位给的劳务费的记录，还有您卖房买房的各种合同、发票、缴税凭证，都找个文件袋放一起。最重要的是，准备好您平时收款最多的那张银行卡，确保它是激活状态，最好是一类卡，也就是没有太多转账限额的那种。把这些东西备齐了，心里就有底了。第2步，咱们就等着时间一到，在手机上演习。今年的个税汇算清缴，办理时间是2026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。如果您是个急性子，想在3月初的头几天就办好，那您得在2月底左右，打开那个个人所得税 APP， 提前预约一个您方便的日子。
如果您不着急，那过了3月21号之后，随时都可以办，不用预约。到了正式申报那天，您打开 APP， 找到那个叫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入口，选2025年度。刚开始，系统会给你一个预填服务，就是它根据各单位报上来的数据，自动把您的收入情况填好了。您要做的就是一项一项核对，特别是看那些专项附加扣除，像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、房贷房租，您2025年有没有新增的？有没有符合条件但之前没填的？有的话就赶紧补上。然后就是海安刚才反复强调的，在工资薪金那块去选择年终奖的计税方式，两个都试试，选个对自己最有利的。最后系统就会算出来您是该退还是该补。第3步，提交申请，坐等到账。如果系统算出来显示应退税额是个正数，比如3000块，那您就乐呵呵的点申请退税，然后选好您准备好的那张银行卡，提交就行了。之后就等着税务部门审核，审核通过了，钱就会打到您的卡上。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太长，快的3-5天，慢的可能需要1-2周。您可以在 APP 里随时查看进度。但是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系统算出来显示是应补税额，比如说要补200块，您也别慌，先看看自己全年总收入是不是没超过12万，或者这补税的金额是不是没超过400块。如果是，那恭喜您，您直接点那个享受免申报，这笔钱就不用补了。如果超过了，那咱们也得老老实实补上，毕竟诚信纳税是咱们每个公民的义务，咱不能因为这点钱影响了后半辈子的信用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最后，跟咱们颐养晚年的每一位老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咱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把儿女拉扯大，到了晚年，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都值得用心守护。今天讲的这个退税，不是国家发的额外福利，而是本来就属于咱们自己的钱，只是之前被多拿走了，咱们去要回来，天经地义。这就好比冬天屋里进了冷风，您拿东西把缝堵上，屋里立刻暖和些。这退税的钱，就是堵上生活缝隙的密封条，不能让您一夜暴富，但能让您在物价飞涨的年代，稍微喘口气，过个更踏实的日子。等待报税季的日子里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，钱再多，不如身体好，身体再好，兜里有钱，心里才不慌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或者身边的老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请您务必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。您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是帮老伙计把1个月的菜钱找回来了。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您属于哪一类，对退税有什么搞不明白的，都尽管写下来。咱们几万个老伙计一起集思广益，把这个国家的羊毛顺顺利利薅到手。我是陈海安，在颐养晚年陪着您一起关心养老钱、看病钱、过日子钱。如果您还没点赞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我知道您在看，更别忘了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下回有新政策、新门道，我才能第一时间告诉您。咱们下期视频见。